那另外一個更重要的，我現在請問一個最重要的，你台灣方面，我們不要講邱義仁哈，就是台灣代表邱義仁提出維持現狀嘛，對不對？那台灣代表的維持現狀要被中美方接受才能夠成立嘛，对不对？這個你同意嗎？就台灣現狀是美國定義的。不，就是台灣要主張的維持現狀是美方的，美國利益要美方接受。对，我就講台灣的現狀。那我請問你，那我反過來請問你，那他為什麼？那你認為賴清德主張的維持現狀，美方目前是完全接受了嗎？不完全接受，不完全接受。這個東西我覺得就我沒關係。我再問你一個問題，很簡單。那現在美方所能定義的維持現狀，有沒有受到中方的影響？我覺得影響不大。不，因為我這樣講好，可以，我同意你的話，我同意你的話。我覺得這重點在哪裡？重點是川普在飛機上，在空軍1號上面，他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，他有講過一個東西，他講說，台灣不能因為美國在後面支持你，你就給我搞獨立。他講這句話非常耐人尋味，也就是說，你講這句話只是這麼單純的受到習近平的影響嗎？不是，他會回答習近平問題。對，你知道，你說你是受到習近平影響啊，還是說你得到的訊息是說賴清德做了一些什麼事情，我們不知道的事情，或者台灣人沒有感覺的事情，而那個東西某種程度來講，已經是踩到了已經是踩到了這個川普的紅線，所以川普才會講說，你台灣不要以為說有美國在後面，你就可以搞這個所謂的獨立。然後呢，重點是後來邱義仁馬上又跳出來說接受那個訪問，然後我們看到我們的總統馬上照稿念，台灣一定維持現狀。賴清德昨天接着講，他最多都照稿念，一個字不敢多說一個字，少一個字，照稿念台灣維持現狀。所以我覺得他其實是有一個東西在這個我們不知道的過程裡面，他們在這個較勁當中。對，沒有錯。所以我剛剛提到，我回到一個焦點，我們要聚焦一下嘛，因為談太多會亂掉。聚焦到一個核心的問題，就是維持現狀。對，這個法文叫 status quo 嘛，這是一個 term， 這是一個國際上的 term。那 status quo 本身有一個定義的問題，那定義不在台灣方，不在台灣方。那過去我曾經講，好像跟你也談過這個故事。以前在 Clinton 的時代嘛，有蔡英文跑到美國去嘛，第一次選总統的時候，跟馬英九。奧巴馬時代哈，奧巴馬時代那個时候的國家安全顧問嘛，是 Rice 嘛，Condoleezza Rice 嘛，一個很美麗的美國的一個女黑人嘛哈。記者問他，那什麼叫維持現狀？那 Rice 講得很清楚啊，美國決定啊，我說什麼是維持現狀，我決定。那時候他完全排除中國。他完全中國，所以那後面才有那同一個時間會有什麼6項承諾入法，現在變法律嘛，然後也被川普推翻掉了嘛。所以川普的維持現狀，或者美國現在的維持現狀，這個東西不是法律問題哦，它是一個動態的東西啊。那我覺得你剛剛認為說，賴清德所做的事情並沒有違反美國的維持現狀嘛？你的認為目前是沒有。你認為目前沒有，但中方當然絕對是有嘛，對不對？中方一定認為有嘛。中方只要不接受一中原則，都是違反維持現狀。OK， 中方就是不接受，他就是要一中原則。中方一定是一中原則框架在前面。中方要的一中原則，美國也不接受，因為美國是一中政策嘛，对，就是 One China Policy 跟 One China Principle 這兩個不一樣，我們都文字上都很清楚。但是我現在要談的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說賴清德回到了這個蔡英文維持現狀的時候，對賴清德的自己的路線而言的話，是不是一種退縮？是退縮，是退縮嘛？所以我現在問你，請教你，就是說賴清德的是退縮後的維持現狀，還是維持現狀，還是退縮前的維持現狀？應該是退縮後嘛？對不對？所以邱義仁現在講的是這個嘛？是。所以換言之講，這2年來的執政，他曾經嘗試過，不是蔡英文的路線嘛，對不對？那所以應該是嘗試過，不然不會有這個動作。對，那也就是你回到你剛剛那句話嘛，就是台灣不可以誤認為說我美國在後面，然後你就去搞台獨，這件事情川普反對嘛。對，所有的話就是從
我們現在討論那麼多，就從川普這句話開始。對啊。那川普就一直在預防這件事情發生。這件事情就是他承諾了習近平的某一個話語嘛，否則沒有意義啊。他講這個幹什麼？因為講這個，川普每一句話都在交易。哦，他就告訴你，因為這個也是事實。但是過去沒有人把這個講清楚，這是屬於戰略模糊的部分。戰略模糊就告訴你什麼？我要不要台獨？不知道。我未來要不要變成統一？我不知道。所有可能性都存在。美國人用這個戰略模糊來牽制這個政策，已經走了幾十年了，沒有改變哦，對不對？然後今天來講的話，川普稍微把它模糊化的地方有一些清晰一面的表達出來了，所以造成了北京有機會打牌，否則北京根本連打牌的機會都沒有。每次談這個問題只有吵架嘛，從來沒有啊。你看過多少年，10年下來，我看了國台辦的主任到美國去談兩岸問題的時候，都是不歡而散，沒有一次有任何的所謂的進展。那這次不一樣哦，這次不一樣，這次川習會之後有一些改變了，我不知道改變多大，但是起碼你看到動作上，我們今天要討論了嘛，我們討論說啊，會有這種很奇怪的人要出來選總統，對，有奇怪的人。那這些奇怪的事情發生，都代表了背後有些something happen， 某些事情在發生。我覺得其實今天這地方很清楚，就是他不會坐視台灣的這個情勢的發展。那你等於說我就是透過鄭麗文，然後我要把這個所謂的這個主導權，你剛剛講的以台灣影響台灣，我覺得這個東西是等於說他這個政策他已經確定了。那現在只是說你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，你不擔心說這個對國民黨來講會造成非常大的傷害嘛？如果你這樣子做的話，因為台灣現在你剛剛講，按照你美麗島電子報民調，其實是主張就所謂的現在主張一國兩制的做那個，其實那個比例是非常非常的低哦。那你如果是主張說你跟中國和好了，這個東西你不會讓整個中國國民黨在整個台灣更加邊緣化嗎？這個問題是這樣子的哈，中國有北京當局它的兩面性的哈，它兩面性，一面就是務實啊，一面就是意識形態，這兩個同時存在。像鄧小平路線就是一個務實路線嘛，對不對？毛澤東過去他們或者其他人的時候，他們有他的意識形態路線。所以目前來講的話，這個事情在北京同時發生。他面臨到台灣的選舉的時候，他希望國民黨贏。這是這個贏。那國民黨贏的情況之下，很簡單啊，就是要跟你共產黨維持距離啊。我要聽你共產黨的穩輸啊。我甚至認為說，我這兩天我在呼籲在節目上面呼籲一件事情啊。我說現在目前2026的候選人如果要贏的話，要去國民黨化。為什麼去國民黨化？就是要跟鄭麗文保持關係、保持距離啊。你鄭麗文這一套就是害死了現在的目前2026的候選人啊。那你這一套你要自己在2028再來一次的話，那非害死不可嘛。那你會把立委都害死？那當然害死了，全部都害光光。那有可能嗎？北京會接受這種結果嗎？不會的。不會嗎？就沒有那麼笨的啦，沒有那麼笨的政權嘛。可你剛剛不是講說他就已經確定要來扶持這個鄭麗文來參選總統了？不是他現在目前。不，所以鄭麗文也是我沒有說剛剛確認，他是這樣說。那習近平也不，鄭麗文也是習近平的這個所謂的一張牌，然後這張牌是隨時可歌可泣的，完全不重要，完全不重要。任何人，所以我說這個是在這個時候隨時可以丟掉。任何人選對習近平對北京都不重要，他要的是路線跟框架，他要結構，他要幫你做一個結構出來。那個結構就是什麼結構呢？就是他理想的結構，目前他一步步來的那個，現在目前屬於說中美共管台灣的結構嘛。目前台灣是誰？台灣是美國勢力範圍啊。台灣聽誰的？聽美國的。那聽美國的啊。可是他現在他對這個他不能接受啊，對不對？因為他再來他就馬上下一次的22大的選舉要開始了，他內部他有他的政治挑戰問題啊。他搞了半天當了3屆的這個國家領導人，結果台灣的事情都不一籌莫展。對啊，他怎麼可能接受？他不能對歷史交代嘛，所以他一定會有動作出來，一定要想要做一些事情。所謂的灰色作戰啊，是他必須要做的事情。也換言之講，台灣對台工作一定有策略，對台工作一定有階段性，分步走，階段性有策略，然後這個軸心絕對不變，就終極統一絕對不變，對，這個是他的基本原則。所以他中間的靈活跟他的巧妙，
他當然知道槓桿在哪裡嘛。槓桿在一個百年難遇的一個川普出現了，川普給他一個機會嘛，川普給他一個機會，讓他能夠手能夠伸得更深一點。過去連這個都做不到嘛。我覺得剛好相反，是百年難的一句，川普對他的整個的鬥爭，他的那個更加台面化，我覺得讓北京在這個所謂的中美對抗裡面，他能夠施展的空間反而更小。因為你現在看到，今天中美之間的對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？從2019年，川普在當選第一任總統，他去發動了這個所謂的中美的這個貿易戰爭。那之前奧巴馬跟希拉蕊的時代，他們就已經知道中國在南海、中國在整個亞太的崛起，已經威脅到了這個美國的這個霸權地位。奧巴馬當時也講了，我要去做一個戰略移轉，所以當時他們一直希望我把阿富汗的戰爭、把這個敘利亞的戰爭、這個所謂的伊拉克的戰爭結束了以後，我要把部隊調回了整個亞太。當時講說我要把3/4的兵力放在亞太，可是奧巴馬我覺得他是一個沒有決心的人，他也沒有那種膽識的人，所以他就只會做不敢，只會說不敢做。到了川普之後，他是玩真的。你現在看到川普现在這批人恐怖是，我覺得不是看川普，是看美國右派，是美國的右派，他們是真正是美國以美國作為霸權的真正支持者，他們不是國際主義者，他們是美國主義者，他們是美國霸權主義者。所以是美國川普的這批人，所以你剛剛不是講說不是川普想賣就可以賣，因為你旁邊的這個所謂的盧比歐，你旁邊的這群人，他們是右派，是強硬右派，是美國主要利益。那在這個美國主要利益裡面，他跟中國的這個對抗，我覺得勢所難免。這個是整個全世界看着全世界的棋盤裡面最重要的一個點。中美對抗啊，或者中美關係影響全球關係的啊，這都是一個必然的現象啊。現在結構就是如此啊。那川普本身，你看那右派那批人多兇啊！不，那川普本身呢，當然是右派的代表的總統啊。那川普本身他有個特性叫做不確定性嘛。川普的不確定性也導致了現在全世界有很多不確定的發生。那我們現在台灣碰到這種不確定的川普的情況之下，我完全同意你的每一句話。我現在啊，用你的話來做基礎，我們來推演這個事情。我這樣比較單純一點，就保潔通都對的。好，問題是台灣的情況會比較，是不是我們要開始要注意，要稍微要考慮一下台灣的利益問題了？那我的建議就是說，在川普，在我的看法是一個不確定的川普。不確定的川普的情況之下，台灣要自求多福啊！台灣要自己自立、莊敬自強，應該反過來看，因為這個變化現在目前在發生中，我看到的變化，我不相信川普，我也不相信不相信川普，我也不相信川普。所以，因為它的不確定性的情況之下，會讓我們台灣會有損失啊。所以台灣你看到很簡單嘛，140億的訂單應該要早就很簡單，發價書開了嘛，結果他拿去把它 hold 下來，作為一個跟北京交易的一個籌碼。那我們現在還有200多億美金的這個軍售的這個軍品的交貨 delay 嘛，所以我們有200多億的交貨 delay， 然後有140億的交易，現在突然間也變成 hold 在那邊了嘛。所以在國家安全這個領域裡面，不要談其他，我們就認為川普這個不確定性呢，對我們是一種風險。所以台灣要 de-risk 要減低風險的話，我們必須要把川普帶來的風險納入我們的考量。那川普的這個不確定性，他只是說在這個戰術上面的這個搖擺，還是說他改變了框架？他有改變了中美台的框架嗎？他有改變了台美之間這樣子等於說越來越緊密相連的框架嗎？那如果川普沒有辦法去改變台美之間非常緊密相連的框架，他也不可能去改变中美對抗的一個框架。那台灣要擔心什麼？不，台灣每天都要擔心。我也不會同意台灣要擔心。不是，我現在你問的問題啊，你談的問題就是說，要我們把它量化出來，或者把它具體化出來。我的問題說，現在這些現象對台灣不是好事。那就反過來，我反過來問你啊，他就把140億的美金的東西把它 hold 到那邊，對台灣不要擔心嗎？我這樣講好了，不，你不能因為說所以在結構上川普不會賣台灣，所以我們就可以睡大頭覺，不可能的事情。我就說，在不信任川普的基礎情況之下，我們發展一些自立自強的一些方案，所以應該要發展無人機啊。所以更應該發展，所以你國民黨刪掉那些東西，更應該要加進來做啊。我不要贊成國民黨，我跟你講台灣呢，我又不是國民黨，所以我完全同意你的啊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說，
你與其去寄望那個140億的話，那應該是說台灣現在應該跟烏克蘭一樣，你好好去發展你的無人機啊，你好好把這個系統給建構出來啊。如果今天我有這個所謂的無人機的這個生產鏈，我有無人機的制造能力，甚至我有這個槍炮彈藥的這個生產力，我台灣就可以自保啊。我們現在在這一方面哈，我跟你100%的，現在終於我們倆又回到一起，知道吧？我所主張的就是說，台灣要有一個台灣的自立自強的路線。就什麼叫自立自強路線？就假設明天解放軍要來幹的時候，對啊，我們能夠生存下來。當然啊，我們的生存的策略一定要經過這些的變化，經過這些不利的消息之後，我們要自己能夠站得起來。当然啊，哦，我們自己的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。我怎么可能去相信美国？美国人的命一定比你更重要嘛。好，那就反过来看嘛，就是你现在我们要呼吁什么东西？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案例了嘛，看到有伊朗的案例，看到有这个烏克蘭的案例，這種小國在對抗大國的時候，即使在軍事威脅、軍事作戰跟鬥爭的過程當中，小國仍然有存活的可能性嘛。那過去我們對這個的對這方面的認識，所以一定要每次我談到這個兩岸問題的時候，談到中共要併吞台灣、要軍事攻擊台灣的時候，都會問一個問題，立法委員問的問題很簡單，哎，參謀總長，你告訴我，我們能夠撐幾天？我們這個問題不應該存在，我們應該要，因為我們撐幾天是等什麼？等美軍來嘛。那這個以後這個問題，我認為應該要把它放在一個比較次優先考慮的，應該是我們自己能夠靠自己能夠活多久，然後能夠讓中共付出他無法付出的代價，這個才是我們的存活之道。你剛剛講的很重要啦，就是說我們現在自己可以發展了。你把這些跟美國買軍火的錢，去發展一些無人的載具、無人的武器的話，那這就是所謂的不對稱戰爭的一個可能性跟基礎。這個台灣靠自己就可以啊，台灣本身就有這個能力啊。對不對？台灣的 IC 全世界有名，台灣的光學儀器全世界有名，台灣的 PC 版全世界第1名啊。那這些東西都是現在在烏克蘭戰場在烏克蘭戰場上看到的東西啊，很多是從台灣不管是怎麼買去不知道，波蘭給我們買了一大堆啊，台灣是可以做得到的啊，在台灣做。那台灣要加強這方面的民間跟商業跟這個民間跟軍方的合作的話，我們會很快速的成長，甚至於可以變成產業化，對不對？對。但這裡面有個前提啊，就是說你的政黨的鬥爭要休息嘛。政黨鬥爭如果不休息的話，你政黨一直拿國家安全這個議題來當做選舉議題的話，就非常危險。目前我對賴清德政府有意見的地方在這個地方，對國民黨有意見也是在這個地方。國民黨所有的台灣的政黨都把國家安全當作鬥爭工具，當作選舉工具。我們想，你一個最簡單的一件事情，你看烏克蘭。連澤倫斯基這種演員出身的人，他在第3天應該要逃跑的人，他這3天做了什麼事情？他把所有在野黨納入他整個的一個政府團隊，就決心要跟你作戰到底了嘛。所以你如果你一直在把分裂的台灣在面對中共的威脅的話，那我們是撐不下去的。所以你現在就反過來看，因為你是分裂的台灣，才讓中方才讓北京當局有機會嘛。所以今天賴清德當總統，他責無旁貸的，他要去把這個整合起來。我也覺得，但他沒有，他一直在分裂啊。他從他朝小野大開始搞大罷免開始，到我們的這個軍事預算的通過為止，他完全是擺爛的態度嘛。那真正最認真的在搞這個整合軍事預算的人是誰？是古立言啊，美國這個荒謬嘛。所以台灣很多荒謬而分裂的現象，造成了中共的可乘之機嘛，才造成連這種鄭麗文這種人，居然都會提上台面來作為這個工具或作為一個議題，而甚至於會造成國際上的影響，這就是荒謬的地方嘛。因為理論上來講的話，我們這一部分國內的各政黨應該是團結的，結果國內這部分來講，相反，反而拼命用什麼愛台賣台哦，然後你中共同路人，就用這種不合理而便宜的方式，都忘記了。當你用國家安全的議題來當做選舉議題的時候，最大的受益者是誰？你講到這邊，我覺得有一個非常有趣的點。你覺得美國滿不滿意滿不滿意賴清德？你覺得美國滿不滿意？當然有意見的，當然是有意見嘛。沒有意見的話，根本
邱毅人不用講話嘛，沒有這個，那這個現象就是有意見嘛，因為他對這個他的表現啊，就是你個人意識太強烈了，他完全沒有想要去整合在野黨，一點意願都沒有了，這個很危險了。那我在提其他議題都可以，那麼什麼學童營養午餐啊，什麼社會住宅都可以吵架。但是有關國家安全這部分呢，一定要沒有辦法，必須要跟在野黨合作。那你覺得賴清德不做這個協調是不為也還是不能也？他認為跟他選舉利益衝突嘛，因為他現在弄的是台獨嘛，講簡單點，他賴清德是台獨不用懷疑，賴清德被逼着說他不是台獨哈，那是形勢所然啊。當有一天川普美國跟老共又幹起來的時候，他又開始他才又有呼吸的空間呢，目前沒有嘛。可是這個情勢來講的話，對台灣來講，時間是一直在不斷浪費掉的。所以我們現在回到剛剛講的問題，就是說不管任何情況，台灣要自立自強。你就是我們也知道，好，你現在軍售你會搞我嘛？可是我反過來看，我提出另外一個，我們都當過兵嘛。我們要談一個台灣軍事戰略問題的話，我們應該要參考波蘭跟烏克蘭，這兩個國家，他們怎麼樣一個小國能夠存活下來的方案是什麼？那台灣應該講的說，伊朗跟烏克蘭，我請問你一個，伊朗是靠什麼活下來的？伊朗不是靠軍事，是靠地理位置活下來。荷爾木茲海峽嘛，就是不到100公里，就這個全世界的物價大幅波動，你每天在做財經嘛，所以一個小國家，一個中型強國，他要對抗美國這種超級霸權，居然把川普搞得焦頭爛額，就是因為一個荷爾木茲海峽的地理位置，所以地理位置本身也是一種戰略的這種優勢。台灣有沒有？有啊，台灣海峽，總最窄的地方是130公里啊。台灣海峽如果說我們能夠真的軍事封鎖的話，那全世界有多少物流要經過台灣海峽？40%多，40%。對，那40%這是問題更嚴重。所以你就知道，你有很多方法可以讓自己靠我們要庄進，所以庄進自強这個4個字啊，是我們當年聽蔣經國講的時候，覺得好像不怎麼樣。我現在在老的時候感受非常強烈，這要靠自己，就是求人不如求己了。所以我們講到一個，你剛剛講台灣海峽就是一個重要的東西嘛。那這兩天發生的這種我們的東部海域的事情啊，也是一樣的問題啊，台灣也在裡面啊。我們日本跟菲律賓在討論他們的經濟海域的時候，把台灣拋棄到外面嘛，結果現在誰跑來了？中國的海警船跑進去了嘛？那對我們是好事壞事？我看來是好事啊，因為我們過去就是局外人啊，因為我們不是所謂的他們，因為日本跟菲律賓不能把我們當主權國家嘛，所以在討論經濟這個海域的時候，我們台灣是被當成局外人，然後台灣還樂於扮演這個角色，因為後面有美國的協調。因為跟日本跟菲律賓我們是盟邦嘛，可是中國的海警團跑進來了，所以我們發現我們有第二個優勢啊，在東部海域來講的話，我們可以影響哪裡？影響是菲律賓的這巴士海峽啊，巴士海峽太重要了。為什麼重要？因為它是潛艇的輸入口啊，台灣可以完全直接影響，所以很多地方我們可以進一步的討論說，台灣其實是可以活得下來的。我跟你講，其實本來台灣就可以等於說，我們剛講。台灣本來就是可以做一個彈性的調整，你小國本來就可以彈性的調整。某個程度來講，我也覺得美國沒有那麼滿意民進黨的一些政策，甚至剛剛講的，你某種程度來講，你國民黨可以去舒緩兩岸之間的關係，對美國來講也不見得是個壞事。所以我是覺得說，其實2028對國民黨來講也是一個蠻好的機會。可是我都覺得你沒有想到，你橫空出世了一個鄭麗文。本來你橫空出世的一個鄭麗文，我就會讓你覺得說，你國民黨在2028的優勢都沒有了。那也讓這個所謂的美國沒有辦法選擇，沒有選擇，他只能去支持民進黨。我覺得這個反而是對台灣來講一個最不利的狀況。我現在大概可以8、9成跟你保證哦，2028應該不是鄭麗文啊，鄭麗文就是大家都知道是笑話嘛，北京跟我們的看法相同了。那鄭麗文，其實我在上禮拜在暐瀚的節目，禮拜5的時候，就在這個消息發生之前，黃暐瀚就問我這個，黃暐瀚就跟我
在談，我節目的內容還可以看到，我就猜到曾麗文會選2028總統啊。曾麗文一定會選，曾麗文沒有不敢做的事情啊，但他一定會失敗啊。所以曾麗文會搞到國民黨是天怒人怨，曾麗文會是國民黨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催化劑啦。因為曾麗文是別的本事沒有嘛，他會讓國民黨敗選。那2026本身呢，有很多地方不應該敗的地方，會因為曾麗文而搞敗掉。你覺得你對你本來不是很認同，不是很認為的2026今年的那個縣長國民黨會大勝，你現在不這樣看了？不，國民黨本來就是優勢的一個政黨了哈，但是他還是會勝，但是有些地方會因為曾麗文的亂搞。哪些地方？比如現在嘉義是輸定了嘛？彰化，彰化也有可能是輸掉啊。彰化目前還不知道了哈，但是可能性在存在的。宜蘭，那還有一些地方比如說对宜蘭人講的話，他沒有作為嘛，對不對？就他要常去的地方都會敗掉，應該這樣講。所以我現在只要去的地方都會敗。所以我現在呼籲大家要快點逃亡，你知道吧？快點要躲曾麗文。曾麗文這個是真的是一個票房毒藥。那曾麗文是票房毒藥的事情哦。其實我跟大家報告，就是說北京非常清楚。那北京可是曾麗文這個人，他有個優勢，他居然敢把話，北京喜歡聽的話講到那麼透，這是非常少見的一個。為什麼？因為他沒有包袱，他就是一個光桿，他是一個光桿總司令，所以他領導的是一個草台班子。我們都談過，北京都看到了。所以2026的選戰，因為曾麗文目前來講的話，這個。因為關鍵不是曾麗文了，因為曾麗文的這個論述的影響會跟9月份的這個川習會發生關係。那這個影響到底會對國民黨有利還是不利，不知道，也有可能反過來會造成一個對賴清德很不利的局面啊。因為賴清德他也是一個頭腦不是很好的人，賴清德也會做一些蠢事情，你知道嗎？如果我是賴清德的話，目前情況是最有利的情況嘛，可賴清德沒有。因為拉巴這個講話應該是拉巴講嗎？當然不是，當然我賴清德出來講嘛。不，我要有能力的話要出來講了啊，因為我們有民進黨的前輩了，有人在私下在談我們現在賴總統的問題了。那其中一項啊，那就是他對國際政治啊，對地緣政治啊非常陌生。然後他沒有辦法解讀啊這些國際情報。這是他的最大的問題了啊！那這個問題是不是會影響到國內的這個外溢到國內的選情？這個是不能排除了，因為像這2天發生的這個日非的這種經濟海域這個海域的問題，就看他怎麼處理啊。處理得好的話，台灣會加分呢。好，那我們剛才講的，其實丘吉爾之前就講過，這個世界上對任何國家來講，沒有永遠的朋友，也沒有永遠的敵人，我只有永遠的利益。其實對台灣來講，我們本來就不可以去相信或者孤注一擲相信誰。美國出賣過台灣，中國想要併吞過台灣，這是台灣人非常清楚的一個痛。可是現在在這個國際社會上面，中美大對抗這樣的一個局面裡面，怎麼樣對台灣有利？台灣要怎麼選邊？那是台灣必須時時刻刻關注、去思考的問題。非常謝謝吳董來接受我們討論，謝謝吳董。好，謝謝寶傑，謝謝各位網友，大家好。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，大家好！您對我們的支持，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，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，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，我們要自我檢討，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。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，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，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。淑娟說：“支持寶傑及團隊，你們是最優秀的。”非常謝謝您的肯定。當時講說，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。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。聽後85R他說，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，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。我覺得應該這樣講，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，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，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。那你如果說沒有任何的管制，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，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們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。你沒有管制，第一個你的品質，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、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，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。Rookwood 0222他說：天佑台灣，感謝寶傑，一起保護台灣，台灣人加油。
當我們希望說，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，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，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。Karen 說：“感謝寶傑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。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，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，那是一種福報，我們會非常珍惜。”為20110，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，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、面露凶相嗎？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，我們不予置評。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，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，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。也就是說，中國跟和平不水火不容。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，其實是台灣。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。好，剛剛講到的，我們非常認真的在做我們的一個工作。其實我們剛剛講到，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，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，我只告訴你說，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，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，我學會一句話：相信台灣，相信人民，相信台灣，相信人民。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。